晚上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小电台。今晚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，而是一个你或许从未到过却又莫名熟悉的地方。那里有青山，有渡船，有一座孤零零的白塔，还有一个少女在渡口等待着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人。这就是沈从文的《边城》，他写于1934年，距今已经90年了。可每一次读到结尾那句话，那个人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就回来，仍然有人会红了眼眶。不是因为情节有多曲折，不是因为爱情有多惊天动地，而是因为他写出了一种我们都懂得的滋味，那种本来可以却最终没有的遗憾，那种想开口却没开口，想靠近却已经来不及的无声错过。它或许就藏在你心里某个最柔软的角落，等着你有一天再路过它。故事发生在四川与湖南交界处，有一个叫茶洞的小山镇。这个地方，沈从文没有费多少笔墨去描绘它，却让它从此活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里。依山傍水，青山连绵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，溪边停着一条渡船，渡船旁边住着一老一小2个人。爷爷是渡船的船夫，年过70，须发皆白，却仍身体健朗。他这一辈子就守着这条渡口，接送来往的过客。这是官船，朝廷有饷银，所以爷爷从不另外收费。可当地人念他的好，总是硬把铜钱往他手里塞，爷爷每次都不肯收，转头高声叫唤翠翠，把他们拦住，不许他们走，然后趁机把钱还回去。就是这样一个老人，他的善良不是说出来的，是藏在这些细枝末节里，不声不响地流淌着。而翠翠是他的孙女，那年她15岁。翠翠的身世从一开始就带着一丝命运的阴影。她的母亲当年爱上了一个军人，2人有了孩子，可那个男人既要感情又要名声，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殉情。翠翠的母亲在生下她之后也随爱人去了，悲痛中爷爷独自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。翠翠从小就只有爷爷和那条大黄狗陪伴，鲜少接触人情世故，却生得清秀灵动，眼睛黑亮，像山里的精灵。沈从文写她，触目为青山绿水，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。她活得纯粹，不懂算计，也不懂遮掩，把什么都写在脸上，却又把最深的那份情埋进了心底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这样的人最容易受伤，也最容易让人心疼。真正的起点是2年前的那个端午夜。那天镇上有赛龙舟，翠翠跟着爷爷挤在人群里，看得入了迷。按照当地习俗，赛完龙舟还要往河里放鸭子，谁抓到归谁，热闹非凡。爷爷早看腻了，跑去陪老友喝酒，只叮嘱翠翠在原地等他回来。可这一等就等到了天黑，河边渐渐没了人，不远处的吊脚楼亮起了灯。路过的船夫对翠翠吹着口哨，说些污言秽语。翠翠心里憋着一口气，正打算拉着阿黄离开，忽然瞥见河里还有一只鸭子，是方才的漏网之鱼。他刚想去抓，河里却钻出一个少年，利落地把鸭子捞走了。少年叫挪送，是镇上船总顺顺的次子。他见翠翠一个人站在河边，好心上前搭话，得知她是渡船爷爷的孙女，便热情地邀她到附近的吊脚楼里等候。翠翠还没反应过来，脑子里先想到了方才那2个吹口哨的船夫，误以为这少年也没安好心，当即瞪起眼睛，脱口而出：
你这个砍头鬼。挪送愣了一下，笑了，没跟他计较，只扔下一句，怎么你还骂人呢？回头大鱼来咬，你可不要喊救命，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。挪送只得回去，刘翠翠一个人站在河边，脸还没红，心先跳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挪送派家丁提着火把来送翠翠回家。那一路，翠翠跟着火把走，没有说话。后来翠翠过了溪水，爷爷在对岸高声呼唤，翠翠没有答应，只是低着头在黑暗里喃喃自语，不是翠翠，不是翠翠，翠翠被河里的大鱼吃了。沈从文没有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，但读到这里，你会懂得，那是一个少女第一次感受到心动，还不知道如何安放，只好把它藏进这句无厘头的自言自语里。有一点赌气，也有一点甜，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说不清的慌张。翠翠一天天的长大，心里那团说不清的情愫也一天天的长大。又是端午，翠翠缠着爷爷进城看赛龙舟，借着雨天躲进船总顺顺家避雨。她心里装着挪送，耳朵却朝四面八方竖着，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一点消息。得知挪送不在家，顿时失落起来，面上却还要装作无事。这边顺顺的大儿子天宝正撞见了翠翠。天宝是个好青年，豪爽正直，也是打心眼里喜欢上了翠翠。他请媒人上门提亲，爷爷很是满意，却还是要问翠翠的意思。翠翠摇了摇头，她没有解释，也不需要解释，有些心意是说不出口的，可她就是在那里清清楚楚，无可更改。天宝知道了弟弟挪送也喜欢翠翠，两兄弟没有翻脸，却也免不了一场无声的决裂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两人决定用唱歌来竞争，谁的歌声打动了翠翠，翠翠便嫁给谁。天宝的歌声本就不如挪送，他心里清楚，可还是倔强地说，我不要你帮忙，一切我自己来。树林子里猫头鹰叫得不好听，可要老婆时还得自己叫下去，谁也帮不了忙。这句话让人又心酸又佩服。那一晚，挪送爬上翠翠家对面的高山，对着月色唱起歌来，可翠翠已经睡着了。第二天清早，她迷迷糊糊地告诉爷爷，说自己好像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人唱歌，歌声那样好听，连虎耳草也随着飘进了梦里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，像是还沉在那个梦境里没有出来。她不知道，那不是梦，那是挪送真真切切的在月光下为她唱了一夜的歌。而爷爷误以为是天宝唱的，没有告诉翠翠真相。这个善意的误解成了后来一切错过的源头之一。听完挪送的歌声，天宝明白了，自己赢不了。他没有哭闹，没有记恨，悄悄地退出了这场竞争，打算去川东闯荡，以此散散心。可命运并不因为善意就放人一条生路。天宝在川东出了意外，落水淹死了。爷爷听到这个消息，如遭雷击，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，心里积满了自责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那孩子是在水上长大的，怎么就……他去顺顺家，想解释些什么，却发现什么都说不出口。顺顺的眼神变了，带着一种爷爷读不懂，却又分明感受得到的冷意。那一瞬间，这个与人为善了一辈子的老人，第一次感到了无处可站的孤独。天宝走了，挪送也变了，话少了，眉间总压着什么。他依然喜欢翠翠，可心里有一根刺，
哥哥的死，他把一部分原因算在了爷爷的身上，算在了那段感情的牵扯里。他和翠翠之间隔了一个人的死，和一座没被拆掉的碾房嫁妆，还有一段怎么也流不通的话。爷爷察觉到了顺顺家的疏远，也察觉到挪送的沉默，他急了，到处打听，却被人故意告知挪送已经答应了和王香生女儿的婚事。这是谎言，他确信了。他失魂落魄地回到渡口，开始做什么事情都心不在焉，身体也一日比一日差。他想帮翠翠，却不知从何帮起。他有一肚子的话想对翠翠说，却次次开了口，又次次止住了。他侧面旁敲，试探她的心意，翠翠总是红着脸，低着头，说不出话来。两个最亲近的人就这样隔着一层薄薄的什么，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的心意，却谁也没能捅破那层纸。沈从文写了一个细节，爷爷在午后的阳光里半睁半闭着眼，喃喃自语，翠翠，爷爷不在了，你怎么样？他不是在问翠翠，他是在问命运。那不是一个老人的身体在衰竭，而是他心里的那盏灯在一点点地暗下去。他这一生渡过了太多人，把别人都渡上了岸，到了自己人生最后的渡口，却发现无人能渡他。那天晚上，风雨交加，雷声滚滚，白塔在暴雨中轰然倒塌。翠翠怕得睡不着，爷爷坐在她床边，替她掖好被角，哄她入睡。那是爷爷最后一次哄她。天亮后，翠翠发现河水涨了，白塔不见了，渡船也不见了。她回到屋里，想叫醒爷爷，却发现爷爷已经在夜里悄悄离开了。翠翠没有立刻哭出声，她只是站在那里，看着爷爷安静的脸，然后跑出去，喊来了邻居。我每次读到这里，都要停一下，不是因为这个死亡有多壮烈，恰恰相反，它竟得出奇。沈从文没有写临终的挣扎，没有写遗言，没有写任何戏剧性的告别，爷爷就那么走了，像一盏油尽的灯，没有声响，没有预告，在一个暴雨的夜里独自熄灭了。这才是真正让人心里发疼的地方。翠翠还没来得及把那些话说出口，爷爷就走了。她还没来得及懂得爷爷的那些试探，那些叹息，那些午后的喃喃自语，他就走了。生命给了他一段话，但他没听懂。等他想听懂的时候，那个人已经不在了。镇上的好心人帮翠翠料理后事，又给他弄来了一条新的渡船。翠翠一个人接过了那根船桨。爷爷的老友后来把一切都告诉了翠翠，挪送的歌声，天宝的死，顺顺的冷淡，挪送的离去。他这才知道，那个夜晚梦里的歌声不是梦，是真的。他这才知道，爷爷那些拐弯抹角的试探，每一句都是为了他。他这才知道，挪送曾经在月光下为他唱过一整夜，而这一切他都是在事后才懂得，懂得太晚了。那些错过，那些没能开口的话，那些本来可以却没有走到的路，在这一刻全部涌上来，把他淹没了。翠翠哭了整整一个夜晚，但哭完之后，她没有离开，她还是守着那条渡船，守着这个渡口，每天迎来送往，撑着竹篙，把一个又一个过客渡过溪水。秋去冬来，那座倒塌的白塔在镇上人的帮忙下又重新修好了，只是挪送还没有回来，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就回来。翠翠在最后的等待里
究竟是什么心情？沈从文没有说，他只写了那个姿态，守在渡口，撑着船，看着溪水，看着两岸的青山，日子一天天的过。有人说这是悲剧，我不完全同意。悲剧是一种被动的接受，是被命运推着走，身不由己。可翠翠的选择不是这样的。爷爷走了，挪送走了，那条渡船还在，那条溪水还在，来往的过客还在。他选择留下来，选择接过那根船桨，不是因为他没有别的路可走，而是因为这是他的地方，这是他的渡口，这是他生命的锚点。沈从文写这个故事，用意从来不只是一段爱情。他曾在给友人的信里说，他想表现的是一种优美、健康、自然，而又不被乎人性的人生形式。那是一种在他看来正在被他那个时代所遗失的东西，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信任，生活本身的重量与质感，以及那种慢下来的扎根于土地与日常的生命状态。边城里没有一个坏人，老船夫的慈爱，顺顺的豪爽，天宝的坦荡，挪送的深情，翠翠的纯真，每一个人都怀着最大的善意在活着。可偏偏是这些善意阴差阳错地织成了一张遗憾的网，信息没有传到，时机一再错过，话总是没能在最合适的时候说出口。每个人都只是顺着自己的心意走了一步，又走错了一步，于是事情就慢慢变成了这样。爷爷这一生以渡人为业，几十年如一日，把一个又一个过客渡过溪水，从不收费，从不失信。他是那个镇上最被信任的人，也是最善良的人。可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里，他拼命想为孙女做一件事，却什么都没做成。他去顺顺家，话说不出口。他问翠翠心意，翠翠说不出口。他守了一辈子的渡口，在那个暴雨的夜里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，没有等来任何答案。我每次想到他，都觉得鼻子发酸，不是因为他可怜，而是因为他太真实了。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的时刻，用自己以为最好的方式去爱，满怀善意，却笨拙的没能让那份善意流到对方那里，想为所爱之人铺平前路，却发现路早已迷雾重重。自己能做的比想象中少得太多。爷爷没能渡过自己人生最后的那条河，可他一辈子渡过的那些人，那些岸，那些来来往往的过客，是真实存在过的。他的船桨落在了翠翠手里，这个传递不声不响，却重如千钧。再说回翠翠的等待，这等待从表面上看是在等一个人，可在更深的意义上，他等的是什么？是一个被命运拦截了的开始，还是一个对那份纯真感情的最后守护？是对爷爷未尽愿望的承担，还是对自己内心深处某种信念的坚持？我觉得都是，而且缺一不可。翠翠的渡口是边城里最深的意象，它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，而是一种人生姿态。在无常的命运里，找到一个你愿意守护的地方，然后守着它，不管有没有人回来，不管结局是什么。沈从文给了我们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，挪送回不回来。他没有告诉我们，也不打算告诉我们，因为那个答案从来就不是重点。重点是翠翠站在渡口的那个姿态，那个在风里，在水声里，在青山绿水之间撑着船的身影。那个身影有一种安静的近乎倔强的力量，他在说，我在这里，我不逃走，我不遗忘那些曾经发生过的，那些爱过、错过、
失去过的都是真实的，都值得被守护。那座边城其实从未远离，有时候它会像记忆里的一条小河，有时候又像某个安静得只听得到蝉声的夏天。是你在某个夜里突然想起某个人，想起某段时光，想起一件本来可以却最终没有的事，然后在心里悄悄叹了一口气。它是我们所有人精神上的故乡。而翠翠的等待是沈从文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。当我们被各种必须得到和不能失去追着跑，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满，越来越像是在赶路，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停下来，感受一阵风，等待一个人，信守一个诺言？我们是否还有渡口？今晚当你关上手机准备入睡之前，不妨在心里问问自己，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地方，不一定真的存在，但你总觉得它在那里等着你。而那场等待本身，是否已经悄然改变了你，成为你生命里最安静也最有力量的一部分？人生或许并不一定要渡到某个确切的彼岸，重要的是在这条河流上，你是否能像那个摆渡人一样，无论风雨，始终保持摆渡的姿态。记得抬起头，看看两岸的青山，听听船下的水声。晚安。